航空母舰，世界最大的武器系统平台，以舰载机作为主要的武器单元，能够拥有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，是一国海军强大实力的体现，也是现代蓝水海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2012年9月，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投入使用，为我国在航母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年后，我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便开始了动工项目。2019年12月，我国的第2艘航空母舰山东号正式服役，这也是我国第1艘自主研发设计的航空母舰。此时，我国的航空母舰虽然在性能上得到提升，但舰载机依然局限于滑跃起飞模式。然而，一艘神秘的巨型战舰早已进入了筹备阶段。2022年6月，我国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横空出世，直通式的甲板干练而优美。这不仅仅是结构上的改变，而是标志着我国在另一重大领域的突破，也就是舰载机弹射系统。我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，不仅是中国速度的体现，也是中国智慧的体现。面对欧美的技术封锁，我们非但没有退步，反而依靠自身实力，成功研发了电磁弹射系统，并形成了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完善作战体系，实现了质的改变。全长近320米的福建号，也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所拥有的第1艘超级航空母舰。为什么福建号被称为超级航空母舰？电磁弹射方式有何先进之处？直通式甲板又有何特点？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号航空母舰，武器沙漏将为你一一解读。超级航空母舰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2战爆发前夕。根据1923年美英日法意5国签署的《华盛顿海军条约》的规定，对当时5国的战列舰、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在总吨位上做出了限制。根据条约的约束，英美航空母舰的总吨位被限制在了137000吨，因此在2战前夕，航空母舰的吨位普遍较小。1938年12月，一艘长约240米、满载排水量约28000吨的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问世了，美国报纸便称其为众所周知，目前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主要起飞方式分为2种，一种是滑跃式起飞，另一种是弹射起飞。前者配备有滑跃起飞甲板，后者配备了直通式甲板。随着垂直起降机型的应用，舰载机的起降方式又可以细分为短场起飞垂直降落模式、短场起飞拦阻索降落模式、蒸汽弹射拦阻索降落模式以及电磁弹射拦阻索降落模式。下面让我们简要对比一下以上4种组合的优缺点。首先是短场起飞垂直降落模式，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伊丽莎白级航空母舰。该模式通常采用滑跃式甲板，
对舰载机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垂直起降能力，利用滑跃甲板起飞，采用垂直降落的方式返回航空母舰。这种方式的优势是无需配备成本高昂的弹射器和阻拦索系统，成本相对较低。缺点是对舰载机类型的局限性很大，而且垂直起降飞机的航程和载弹量相对较小。第二种模式是短场起飞拦阻索降落模式，我国的辽宁号和山东号目前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。该模式通常采用滑跃式甲板，对舰载机的要求适当放宽，除了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外，也可以搭载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。优势在于舰载战斗机的航程和载弹量比垂直起降机型更大，但是建造成本也相对得到了增加。缺点主要是滑跃式起飞会消耗大量的燃油，而且目前不适合预警机和运输机型，对航母舰载机的种类有一定的限制。第三种模式是蒸汽弹射拦阻索降落模式，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。这种模式采用直通式甲板，利用蒸汽弹射气助力舰载机起飞，其主要优势在于允许舰载战斗机以几乎满载的状态起飞，保证了航程和载弹量。而且这种方式适用于部分型号的预警机和运输机，能够实现更全面的作战能力。其缺点主要是成本高昂，技术要求比较复杂。电磁弹射是航空母舰的一项最新技术，目前仅有我国和美国实际应用了这项技术。电磁弹射的原理比较简单，类似于磁悬浮列车，但是想转换为现实应用，却有着极高的难度。电磁弹射相比于蒸汽弹射有几个显著的优点。第一，以电能作为动力来源，比蒸汽更好控制。蒸汽弹射器只能依靠调节阀门，通过控制蒸汽量的大小来实现对力量和速度的掌握，无法进行过于精准的调节，这就对舰载机的重量产生了严格的限制，过重或者过轻都无法进行弹射。而电磁弹射器就可以通过控制电量的方式来进行精准调节，可以根据舰载机的种类和数量精准控制力道和速度，对舰载机的重量限制更小。电磁弹射相比于蒸汽弹射的第二个主要优势是效率高。传统的蒸汽弹射系统比较复杂，而且需要占据相当大的空间，每次进行弹射作业之前都要经历10余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来贮备足够的蒸汽，而电磁弹射系统的准备时间仅需要几分钟，每次弹射的充能时间也仅需要几十秒。美国早在几十年前便投入了下一代弹射方式的研究工作，直到最新一代的福特级问世，才真正使用了电磁弹射系统，其技术难度可见一斑。从理论到模型，从模型到原型，从原型到实际应用，每一步都像是跨越了一座高峰。我国的航空母舰历史比较短，但是发展步伐却惊人的快。蒸汽弹射技术由英国发明，美国的蒸汽弹射技术也源于采购自英国的蒸汽弹射系统，最早应用在了美国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，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。直到2017年投入使用的福特级航空母舰才真正使用了电磁弹射系统。我国的辽宁号于2012年投入使用，到如今福建号的成功下水，也仅才不到10年的时间，完全可以用进步神速来形容。而电磁弹射系统的应用，也将令我国航空母舰的作战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。直通式甲板相较于滑跃式甲板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就是整个飞行甲板的使用面积更大，能够搭载数量更多的舰载机。我国福建号航空母舰的实用甲板面积估计在19500平方米左右，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实用甲板面积在19800平方米左右。更宽大的飞行甲板可以规划更丰富的机位，搭载种类更齐全的舰载机。相比于我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，福建号的舰岛设计也更为合理，舰岛的长度大幅缩减，进一步提升了甲板利用率。甲板内的3条电磁弹射跑道
将令福建号具备非常优秀的出勤效率。福建号配备了更加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，拥有非常强大的侦搜能力和空中交通管制能力。在动力单元方面，福建号依然选择了常规动力模式，主动力单元由4台蒸汽轮机构成，总功率估计在22万马力左右，能够驱动这艘满载8万余吨的超级战舰，达到30节以上的极速。在武器单元方面，福建号可能将搭载多套红旗十防空导弹以及1130近防炮。红旗十是我国研制的短程防空导弹，具备优秀的点防御能力，最大射程在12公里左右，射高可达6公里。1130近防炮是我国研制的第3代舰载近程防御武器系统，采用一门11管30毫米口径加特林式机炮，采用全自动发射模式，射速可达每分钟9000到1万发，远超欧美同类武器水平，能够有效拦截和摧毁各类空中目标、小型海上目标以及低空和掠海目标，最大射程约5000米。我国福建号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仍然是我国的歼15战斗机。歼15是一款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，拥有12个武器挂点，能够搭载各类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、反辐射导弹、空对地导弹、航空火箭弹以及航空炸弹等等，最大航程可达3500公里，作战半径约1500公里，极速2.2马赫，升限2万米，远超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 F-35舰载机。歼15的代表性武器包括霹雳12中程空对空导弹、鹰击91反舰导弹以及鹰击62反舰巡航导弹等等。我国研制的霹雳12超视距空对空导弹，射程在70到100公里，极速估计在4马赫以上。我国的鹰击91反舰导弹专门针对大型水面目标，具备射程远、速度高、威力强大的特点，有效射程在150公里左右，极速约3.5马赫。鹰击62反舰巡航导弹采用掠海飞行模式，极速约0.9马赫，射程可达300公里，对中大型水面目标具有极强的破坏力。未来福建号可能会搭载我国最新研制的空警600型预警机，有效探测距离可能超过400公里。舰载预警机的使用将令福建号航空母舰的攻防实力获得极大的提升，既可以提前发现和跟踪目标，也可以根据共享数据发射超视距武器。福建号于2022年6月下水，是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，也是亚洲第1艘超级航空母舰，是我国首次应用直通式甲板与电磁弹射起飞模式，能够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得到大幅的增加，舰载机的类型也更加丰富。未来福建号可能会携带第5代舰载战斗机以及先进的无人作战飞机。在福建号正式投入使用之后，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航空母舰数量第2多的国家，也是除美国外唯一掌握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。相信在不久的未来，我国不仅将在航母数量上占据优势，在动力方式、舰载机水平上也将获得长足的进步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